不少人在遇到运程阻滞、生意失败、事业不利，或婚姻受到挫折，或病魔缠身，甚至多灾多难时，都会来找到命相学者占卜，问问今后的前程如何，何时会行好运。如果占出的卦象是吉利，当然满心欢喜而去；若是占出的卦象仍然是不利的，则会愁容满面，灰心丧志。曾为人占卜10余年，阅历了不少人事，也见过不少寒士上青云，但是却见过更多的英雄遭落魄。我深深觉得世人受到命运的紧紧束缚，一切名利得失、悲欢离合、种种境遇，无不是受命运所驱使，丝毫都不能跳出命运之神的掌心。也有不少人试图去改善命运，但大部分人不知道改造命运的原理，亦得不到正确的改运方法，结果亦是徒劳无功。来占卜的人，若是占出的卦象是不利的，都会不期然地问一句：有无的补救呀？这类问题真是遇到不计其数，而我都会肯定地回答：有。那么如何去改善命运呢？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这个影片有点长，如果你能耐心看完，必将影响你接下来的人生。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命运的好坏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更要明白到底谁是命运的主宰。命运的好坏是如何产生的？有人说，胎儿一旦离开母体，咕咕落地之时，就注定了一生的命运。所谓一朝落地命安排，相命学家就根据这个出生的时刻，做出种种命运预言。一生的幸运与不幸，就完全靠命运的主宰所赐予，而世人的贫贱富贵之间，往往相差太远。如此而论，命运之神的赐予，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运途组织的人，往往会仰问上苍，为什么他人青云直上，东成西就，而我却如此多智多磨？婚姻失意的人在辗转不寐之时，亦会反问自己，为什么他人夫唱妇随，白头偕老，而我会遭受到抛弃？病魔缠身的人在痛苦呻吟之际，或见到他人身壮丽见之时，亦会暗中自问，为什么他人健康长寿，而我却遭受疾苦之厄？甚至有人打开报纸，看到意外丧生的新闻，亦会在叹息之余喃喃自问，为什么他会遭到上天如此不幸的安排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一般相命学家都会用阴阳五行来解释，这是出生的八字命里某某运、某某部位的不好所致。但是有没有人再深入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生出来就会八字好，有人生出来就八字坏？命运的主宰真的这样不公平吗？要深入彻底地研究这种宿命的根本渊源，就必须明白佛学的30因果。30因果与宿命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宿命论是以因和果的法则作为基础的，三世因果是唯一可以透过今世出生之前的时空，清楚地明了到一个很重要的循环过程，即是今世出生之前因与出生之后的果。这种因和果的循环往今后推而远之，形成过去、前世、现在、今世、未来、后世，如此三世的循环规律。而改善命运的唯一可行方法，亦是以这个循环规律作为根本依据。佛教的因果经有4句最具原则性的经文：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意思是说，你前生种了什么因，今生就会受到什么果；今生种了什么因，后世也会得到什么果。佛说《净一优婆塞所问经》里对因果循环有较详细的著述，以下摘录数段，并以其大意来阐述种种因果的报应。是由男子女人心怀恶毒，持刀执掌，杀害生命，无悲悯心，不生惭愧，或自首杀，或教他人杀，同造恶业，同遭苦报，待命终时，下堕地狱，受地狱苦刑，地狱报尽，纵得出生为人，以寿命短促，或则生来多病无日，无时能享安乐，由杀命之因，得短寿之果。是由男子女人心无恶毒，不持刀杖，不杀生命，具悲悯心，有大惭愧，待命终后，享天堂福，天堂报尽，来生人间，亦享长寿，由不杀命之因，得长寿之果。是由男子女人食用樟木瓦，实质打生物，或损伤触恼他人，待命终时，受地狱苦，地狱报尽，出生为人，诸多疾病缠身，有损伤恼害生物之因，得多病之果。是由男子女人常起愤恨嗔怒之心，生诸过失，待命终时，受地狱苦，地狱报尽，出生为人，相貌丑陋，有愤怒憎恨之因，得丑陋之果。是由男子女人若见他人得到利益，或听到他人有称意之事，即利用自己的方便阻碍他人，不令他得待命终时，受地狱苦，地狱报尽，纵得出生为人，凡所求望，皆不如意，甚多阻滞，有阻碍他人利益之因，得运成阻滞之果。是由男子女人于他所应尊重者而不尊重，所应恭敬者而不恭敬，所应供养者而不供养，常起傲慢自高之心，待命终时，受地狱苦，地狱报尽，纵得出生为人，一生来下界，不受尊贵，由傲慢自高之因，得下贱之果。是由男子女人于他人所应尊重者极其尊重，所应恭敬者极其恭敬，所应供养者极乐于供养，
不起傲慢自高之心，待命忠厚，享天堂福，天堂报尽，来生人间亦受尊贵，由尊重恭敬他人之因，得受尊贵之果，是由男子女人其心牵恋，不愿以金钱物质救济他人之穷困，亦不愿施赠医药给贫病之人，或长期贪心，占用他人财物，待命忠厚，受地狱苦，地狱报尽，纵得为人，以贫穷困乏，由牵令贪心之因，得贫穷之果，是由男子女人心不牵恋，常以金钱衣物救济他人，或常以医药施赠贫病，不起贪心，不占用他人财物，待命忠厚，享天堂福，天堂报尽，来生人间富贵自在，由不谦不贪之因，得富贵之果。以上是摘译经文的数段大意而已。由此可知，善恶因果报应的原理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杀害生命者短寿，贪心牵令者贫穷，不尊重他人，所得的果报是下贱，损伤了生物，得到的是多病，阻碍了他人的利益，自己得到的是组织。因果的报应是很公平的，而且都自作自受。此外，因果报应的循环规律尚有很多复杂的部分，例如冤冤相报是复仇性的循环，答恩谢德是报恩性的循环等等，更有不少循环是现世报，今世所做的善或恶，今世就报应，亦有些隔2、3世之后才报应的循环。这要是个人原有的积善或积恶之多少来定。谁是命运的主宰？改善命运的原理是什么？到底谁是命运的真正主宰？是不是上帝将人类的命运注定成有贫有富，有贵有贱呢？其实在因果报应循环的规律里，已经明白告诉我们，人类命运的真正主宰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因为一切都在自作自受，你今是心怀恶毒，杀害生命，就已经注定了自己下一世短寿或多病，无日安乐的命运。你今是具慈悲心，不杀生命，就已经注定了自己下一世健康长寿的命运。你今是想尽方法阻碍他人的利益，就已经注定了自己下一世运程多智的命运。你今是常傲慢自高，常卑视他人，就已经注定了自己下一世卑贱的命运。你今是心怀牵恋，不肯施济贫病，就已经注定了自己下一世贫穷的命运。你今是心不牵恋，常出钱或出力帮助贫穷之人，就已经注定了自己下一世富贵的命运。这些一切都是自己在注定自己的命运。命运的主宰不是自己是谁，任何人都不能强加给你，一切都在自作自受。而且你今世的命运，正是你前世之所作所为的果报循环，正是自己注定出来的命运。很多人说，我今世为人心肠好，常常热心帮助他人，
但为什么好心着雷劈，反而被人憎恨？亦有不少人说，我今世做了不少善事，处事待人都凭着良心，为什么一直运成多智？别人常常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损人利己，为什么反而青云直上？其实今世的所作所为不一定很快就会得到报应，有的是晚年得到果报，大部分是下一世才得到果报，而今世所得到报应亦大部分是前世所种下的因，正好四千债一样，今世好心遭雷劈，热心帮人反被人仇视，是自己前世对人恩将怨报，欠下了这个债，今世也要受到同样的感受，是还债，这个债还清了，才能享受到好心肠的善报。今世运成多智，正是自己前世常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所欠下的债，等这个债还清了，才能享受到做善事的善报。今世青云直上的人，是他前世种下了善因，今世正在得到善报，等到这个善报完了，才会受到心狠手辣、损人利己的恶报。如果前世所欠下的债务重，则今世还债的时间长；前世债轻的，今世还债时间一短，这是非常公平的。因此，善恶报应循环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在今世数年内就得到明显的报应，有的10余年或数十年，有的在下一代得到报应，有的甚至要到后20-30世才报应的。不要忘记一个非常重要的循环规律，种恶因太多的人，因债相太重的缘故，此种人的下一世级可能是披毛戴角的牲畜，甚至要经过数世的畜道报应之后才能再转生人身。这就要涉及到轮回方面的问题了，在我往期的影片中有所讲解，感兴趣的可以翻看。善恶报应的循环规律亦常常出现一种抵消现象，比如前世种下善因，今世本应有10年福报，但在今世种了恶因，会使今后的福报减消数年。相反的，如果前世种下恶因，今世本应有若干年的恶报，但在今世种了善因，亦会使今后的恶报时间消减。如果今世的善因不断地迅速增加，亦必然会使恶报很快消除。这种加减算式是要看善与恶谁重谁轻，好像天秤一样公平。这就是命由我造，福自己求的原理，这也就是改善命运的原理。既然人在前世有意或无意为自己注定了今世受恶报的命运，就必须及时反省，及时不断地迅速增加善因，使善的分量急速增重，能迅速抵消恶果之报，然后再恒久不断地增加善因，使自己能早日享受到善果之福报。这也就是改善命运的唯一方法。明朝有一位改善命运的高手，姓袁名了凡，他以长期不断的行善积德，改变了自己短寿、无子、无功名的命运，成为后世尊崇的改善命运的圣者。袁了凡是明朝万历年间人，家住江南吴江地方。
年少之时家境清贫，习医谋食。有一次行到慈云寺内，遇到一位姓孔的长须老者，相貌不凡，飘飘欲仙，精于黄极术算命之术。于是袁先生请他回家，先以家人的八字请他算，果然灵验如神，又以自己的八字请他详批终身。孔术士一点也不含糊，算定袁先生明年县考同生，得第14名，府考得71名，提学考第9名。又算定某某年考取廪生，某年考取贡士，而且算定袁先生不能登科第，只可做3年小官，受至53岁8月14日丑时终于正寝，且无子息。到了第2年，孔术士所算的3个考试全部应验。又过了20年之久，孔术士所算的种种吉凶又完全应验。因此袁先生深信人生进退祸福都是命中的定数，丝毫不可勉强，从此不做任何妄想，一切任由命运安排。后来因是往南京栖霞山中，遇到一位高僧云谷禅师，为袁先生解说善恶因果循环之报应，又详细解说了命由我造，福自己求的改命原理，并且鼓励袁先生不要做任由命运摆布的凡夫。经过了云谷禅师的开导，袁先生大有所悟，下定决心创造自己新的命运。于是他先跪在佛前，将往日自己之罪过尽情发露，以至诚之心一一忏悔，然后立誓先行3000善事，求登科第，并将自己所言行的善恶之事每日登记起来。不到2年，虽然3000善事未满，但已经中到举人。以前孔术士算定的命数已经不验了，但因袁先生未能严谨自持，所行之善事有时将功抵过，故此经10年时间才完成3000善事。而袁先生也已经由举人中到进士，官人直隶保底县令之职，他已深深领悟到勤积善德之益处，于是又立誓许3000善行，以求子嗣。果然不到半年时间生下一子，其妻袁夫人也非常贤淑，尽力助夫行善，或施济贫病，或买物放生。袁先生日日念经拜佛，广行善事，后来继续行善不停，而至万善，未有求寿而至74岁高龄。他的儿子袁天启也中到进士，官收广东省高邮县令之职。这就是袁了樊先生勇于反省自过，长期不停勤行善德，将原来先天注定的命运完全改变过来的圣迹，给予后世研究宿命哲理的人一个最大的启发，也说明了广行善事是可以创造自己新的命运。3. 求神拜佛能否改善命运？有不少人诚心祈求神佛庇佑，有求赐财，有求赐福，有求赐子女，有求治病，有求赐姻缘，甚至有求延寿者。他们能否求到？如果能求到，不是很快将命运改善过来吗？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存在疑心，要解开这个疑团，我们必须明白如下3点。1. 拜神礼佛的正信观念是什么？每年逢神佛宝诞或年节之期，不少寺观都人潮如海，香烟如云，如观音诞、万佛诞、吕祖诞、天后诞、车公诞等等，又如年初1拜黄大仙，年初3拜车公等等，去朝拜之人川流不息，他们都不外乎祈求庇佑平安赐福，或求生意兴隆，或求病愈，求姻缘，求子息，甚至求寿。相信这些善男信女们80%都是非常虔诚的，但是能够明白拜神礼佛的正信道理之人却不多。如果你杀人劫财或贩卖违禁品，得手之后买了烧猪或大批生果香烛，而且虔诚万分，去求神佛保佑平安，正直的神灵会答应吗？如果你平时不做善事，分文不肯施舍给贫病之人，在拜神时备了丰富的私品，去祈求生意兴隆发大财，无论你如何磕破头皮，正直无私的神灵会接受你的行贿吗？或是你平时只做了一点点善事，但亦做有不少的恶事或过错，或平时自私自利，不为大众利益着想，不为他人急难而援手扶持，或是满脑子坏主意，专喜钻营财力，损人利己，无论你如何虔诚求神佛保佑，亦是徒然的。不少善男信女在神坛佛座之前一举起香，就祈求庇佑赐福，也不去反思自己平时所作所为是否值得神佛来保佑。拜神礼佛之正信观念应该是以崇敬和感谢为主。譬如说，你去拜观音菩萨，你应该想到菩萨对我们众生是非常慈悲的，时时处处闻声救苦，普救众生。我们应该怀着崇敬和感谢的虔心去和掌顶礼，而且平时亦要学习菩萨的慈悲，以一副菩萨心肠，尽能力去呵护一切生命和一切贫病之人。若能长期做到这一点，你纵使不求菩萨保佑，菩萨也会赐福给你。譬如你拜关帝，关帝是忠义正气，驱除邪恶之神，你天天烧香祈求关帝保佑出入平安，家宅安宁，邪恶不侵，但你平时有无将自己心中的邪恶之念驱除出去？有无时时保持自己正气长存？有无尽到忠义2字？如果能做到的话，你的心和关帝息息相通，自然而然会得到关帝的保佑。那么当你举香朝拜之时，崇拜和感谢之心必然由衷而生。相信任何宗教亦是一样，当你向耶稣祈祷之时，亦应该满怀崇敬和感谢，因为耶稣为救世人而牺牲自己。你有无在平时以耶稣为榜样，将爱心施向人类？比如有些的士司机一路上在选行车前、转弯、超车都非常自私，对其他车辆毫不相让。更甚的是，
的士司机的一对眼睛老是象形人道的女郎身上瞄盯，口中啧啧赞量。这种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心中邪念深盈，每分钟都活在眼前，而他的车头上却悬挂着关帝庙的灵符。大家想想，正直无私的关圣帝会保佑这种人吗？有人说拜神拜佛是崇拜偶像，那只是愚俗人的肤浅见识。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偶像是否寄予着灵气，你若能够时时对着这些偶像来警惕自己，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更若能够将这些偶像、神佛的那种舍以为人，就是救众的伟大精神融入自己的心中，时时以这种精神为榜样来做人，那么你将会种下无穷无尽的善因，福报亦必然是无穷尽的。拜偶像之说岂不是太肤浅无知了吗？拜神佛是否等于行善积德？一位姓赵的人家请风水大师看住宅风水，女主人不停地诉说她家的运气如何不好，经营小本生意又如何倒闭，家人和自己的身体又如何多病，大儿子在外面又如何结交坏朋友，回到家里又如何忤逆。大师耐心听完了他的一连串诉苦之后，正色劝他要多行善事，才能根本消除宿孽。谁知他听了之后大声回驳说，你说我没有行善，我天天拜菩萨，拜了5、6年了，买香买衣纸都花了不少钱，做了那么多善事，怎么没有好报？大师问他，你拜菩萨5、6年，有没有学菩萨那样帮助过贫病之人？他说，我自己都没有钱，怎么帮人？大师说，你既然没有出过钱帮人，有没有出过力去帮人？他想了想说，也没有。大师又问他，你有没有买过鸡呀、鱼来杀过？他说，当然有了，难道我不能吃？大师说，你有钱可以买鸡鸭鱼杀来吃，但你有没有买过鸟雀鱼来放生？他说，没有。又问他，你拜菩萨有没有念过佛号或经咒？他说，我不会念。大师说，出钱的善事你没有做过，出力的善事你也没有做过，有没有念佛念经去消除罪孽？那你想得到什么好报？他说，我天天求菩萨呀，求菩萨当然会得到好报的，善有善报嘛。大师说，你没有做过善事。他说，我烧香拜菩萨不是行善事，我是非常诚心的。大师说，行善事是做对人对众生有利益的事，你拜菩萨只是求保佑自己家人，无论如何诚心都不算是行善。菩萨好像是母亲一样，他的心愿是全人类都脱离苦海，你如果能够按照他的心愿去为人类多做善事，他自然会来保佑你。如果你没有按照他的心愿做，光会天天对着他叩头是没用的。菩萨虽然慈悲，赐给你的庇佑是有限的，这种人的错误想法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普遍的存在。求神佛赐财赐福到底是否有效？求神佛赐财赐福
甚至赐官职，求赐子嗣，求赐姻缘，求解灾厄，求祛病延寿等等，都肯定是可以求到的。但是求神佛是要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要做若干数量的善事。前面已说过，原来樊先生在佛前立誓行3000善事，求登科第，后来又立誓行3000善事，求赐子嗣，皆一一求到，后来继续行善，没有求寿而得到延寿。由此看来，行善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了。由此可知，神佛虽然慈悲，但是绝不可能将福禄妄赐于人。亦由此可知，神佛绝不能违反种善因得善果的报应原则。所以说来说去，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始终是永恒不灭的真理。这里说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方便理解，这里以我为第一人称来叙述。我到一间道堂去参观，当时有一位名叫二姑的妇人在虔诚跪拜，求吕祖师赐福。吕祖降机写了一道5言诗给他，诗的大意只是要他速速立誓行大善事，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明显的指示，因此引起在场的人纷纷议论。议论结果都一致估计二姑可能将有什么灾难来临，于是大部分人都提议二姑可速速在神坛前作福来，以求消除灾难。作福是在神前许愿，求神消除灾祸，愿于以后买丰盛的祀品来答谢神恩。二姑平素是拜神的人，反应亦相当快，立即在神前跪下做起福来。做好之后，也就很放心地坐在一边。他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认为做过了福就不需担心了，什么灾祸都会有吕祖师替他消除。然而我感觉到他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终于忍不住走过去对他说，祖师要你立誓行大善事，是必有其故的，你如果只以作福了事，恐怕无济于事，因为作福并不等于行善的。这几句话说得他满脸不高兴，用眼盯了我一下说，你懂着什么？作福无济于事，什么才有济于事？我很明白大多数人都喜欢听奉承的话，我给他泼冷水，当然他不会高兴。于是我仍然很平静地跟他说，放生是最好的行善方法，你能否在神前放生若干条生命？如果能做到的话，效果肯定比做福好得多。由于我的话没有得到在场的其他人赞同，二姑也始终听不进耳，当然更不会去照做了。事情过了20多天，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一天早上，我又去这间道堂，就听说二姑因突然患疾病，在医院急救无效死去了。消息来得那么快，谁也意料不到。道堂里的人又纷纷议论起来，那么早就去，今年才50岁，前2天还是生生猛猛的。上次他已经向祖师做过福了，为什么做福都无效？听说当时有个人叫他要放生，他不高兴。拜神拜佛的人常常被世人说是迷信，说迷信的人当然不会明白
其中的正信观念，就连拜神求佛的人都大部分不明白其中的正信观念和善恶因果循环之真理。难怪菩萨认为世人是可怜可悯的了。4. 看风水能否改变命运。有不少人见到亲戚或朋友的运程有种种阻滞之时，都会劝他说，不如看下风水，改一下运程，看风水是否能真正改善命运呢？不错，看风水是可以使贫穷的人变成富有，可以使多病的人转成健康，可以使运程组织的职员得到加薪或升职，亦可以使蚀本多年的公司变成生意兴隆，更甚至可以使反目的夫妇回心转意。在表面上看来，风水是可以改善命运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忽略其中一句含有深奥哲理的名言，福地福人居。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任何一块好风水的福地，都是有福气之人才能够居住进去。福地亦就是好风水的住宅。换句话说，没有福气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居住到好风水的福地。这个福气是如何得来的呢？前面的篇幅已经谈过了，一是有生俱来的，即前世带来；二是今生积善修德所得的，前者是先天的运数，后者是后天之补救而得。事实上，风水改变命运只是表面上的现象而已，它是有一定的根源的。风水能够改善命运，最大的2个根源是：一，因先天之运数而改变命运；二，因后天之积善报应而改善命运。归根结底，真正能够改善命运的不是风水，而是因果2字。因为无论是先天之运数，或是后天的修善积德，都是种下善因所得来的善果。有位同修研究风水已近20年，在很早以前就留意这方面的问题。有时候我很想尽力去帮助令人非常同情的穷人，义务为他勘察住宅风水，并吩咐他要如何补救，如何挡煞，而且处处想法利用最简单省钱的方法去补救。但是主人家主意不定，有的三心两意，有的偏听旁言，往往不能依法照做，结果亦令我白费心机。这是他善因种的太少之故。约在5年前，他和一位洋行老板交好，这位老板的洋行生意平平，无甚出色。他劝老板将写字楼内的房拆去，将公司门口缩入2尺。老板因为实用的习惯，舍不得照做，迟迟拖延3年，生意一直不好。后来经几个老友力劝，并且动手将他的房墙打烂，老板才勉强拆去，因此生意好转。经3个月后，这位老板自己积极改了公司大门，从此一路好景，打开非洲市场，后发了大财。可惜的是，发了财之后，旧时的老友很少来往了。为什么他当时迟迟拖了3年不拆房墙呢？这是他运数未到之故。老友将他房墙打烂，是他的福报到了。更有奇妙的是，
有些人的住宅风水受到外环境马路或其他建筑物的煞气影响，运程多年不利，但到了他时来运转将要得到福报之时，住宅外面的马路也会由公务局动工改往一边，或是前面起建一座高楼将煞气挡住，因此而自然改好了住宅风水。当然更有很多的好风水因为受到外面起建大厦或天桥或马路等等而变成了坏风水。这一切的好与坏，吉与凶的转换，在冥冥中都不能超出因果报应的原则之外，因此风水是表面的枝叶，因果是内在的根源。5. 种善因的种种方法，如何去衡量种善因的效果大小？种善因就是做善事，许多人一提到做善事，就会有一连串的意念，这是有钱人做的事，入息不多，怎么做到善事？要捐钱出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觉，认为做善事就等于出钱，要出钱才能做善事。其实做善事的范围相当广，有出钱做的善事，如开设医院、创办学校、建安老院、办孤儿院、赠医施药、造桥修路、设灯照路、赈济饥荒、施医济寒、施棺葬尸、创修寺院、印造经文、捐印善书、买物放生等，亦有不出钱能做的善事，如慈悲戒杀，减少世间一份杀孽，解除他人冤怨，调解怨恨，化干戈为玉帛，替人引恶扬善，悉除是非争端，原谅别人过犯，宣扬善德，剪除挡路之瓦石、香蕉皮、西瓜皮、玻璃碎片等，修桥补路，文明礼让，尊敬长辈，爱护小辈，孝敬老人，扶伤残人士过马路或上下车，让座位给孕妇或老人，路见病危，尽力救护，出言语安慰病危或轻生之人，鼓励抑制消沉之人，成全他人之名利或节义，助人骨肉团聚，讲经使谈道义而化道奸顽愚昧，劝人弃邪淫而向正道，容人之过错，怜人之孤贫，劝人信因果，种福音，静息自止，勿使诬泄，施恩于人，勿求报谢，献血救人，诸如此等，都是不用花钱而能做到的善事。由此可知，做善事不一定要出钱，最要紧的是要初心去做。做善事的范围很广阔，处处都是众福之门，只是世人有无力心去做而已。有一位船上的职员，在船舶码头之时，不厌其烦地扶持老人小孩上落船，而且态度慈和，我不由自主投以敬佩之眼光，在默默中用目光来表示我内心的崇敬和赞叹。在车上见到让座的人，在马路上见到搀扶失明人士的人，我都投以崇敬的注目礼。他们不但品德高尚，令人敬服，而且他们都在为自己种福。更有不少人做善事不给人知，
不给人见，如匿名捐款济贫，暗中悉除他人冤怨，暗中替人消灾解厄，暗中成全他人等等，这些人种的福德更大，暗而不显之善事，是谓之阴德，亦是佛经所云无相不施。做善事有大小之分，主要的区别原则大约可分两种。以初心的程度来衡量，比如说富者施舍出100元，贫穷者亦施舍出100元。富者所施舍100元，犹如9牛去1毛，而贫穷者所施舍的100元，则可能是数日之餐。因此，初心的程度就大有区别。同是100元数目，贫者所做的善事就大得多，所种的福德效果也大得多，所以往往贫人施舍数十元，会胜过富者施舍数千元或数万元。又比如说，甲乙两人同是一样生活环境，施舍出同一个数目的钱财来做善事，而阿甲做了善事之后，心中常常记住，企图速速获报答，并常有居功之心，沾沾自喜；而阿乙做了善事之后，无居功之心，亦无企图速获福报，谦虚谨慎，只顾耕耘，不问收成。因此甲乙两人的初心程度就大有区别，阿乙所得的福果必然远胜阿甲。佛经有云，无功德处，是大功德，意思是说，没有功德之心自居，所做的功德才是大功德。初心即是发心，是发慈悲之心，发布施之心。如果是较有修持和德行的人，发出的慈悲之心是非常深远的。任何正派宗教的教主在当初设教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宏愿，就是普度一切众生，拯救一切众生出苦海。这种伟大的慈悲心成就了不可思议、无可衡量的大功德。现在佛教和道教的一切法师在回向的时候，都是将法事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其世界和平，风调雨顺，众生安居乐业。这也是发大慈悲心的表现，本身就具无量的功德。学佛学道的人，修行修德的人，立志种福改善命运的人，都应该发大慈悲心，不但为自己，更要为大众，埋头辛勤的耕耘，日积月累，自然会收成到丰硕之果。以受益的程度来衡量，比如说阿甲所做的善事是一个人受益，而阿乙所做的善事是使大众受益，当然阿乙胜阿甲。又比如说，有阿丙不务正业，嗜赌邪淫，债台高筑，阿甲用金钱帮助他还清债务，救起阿丙免受官刑之苦，而阿乙则用言语小以大义，劝回阿丙改邪归正，使他终生幸福。甲乙两人同时一人受益，都有善德，但阿甲是使他暂时受益，而阿乙是使他终生受益，则后者又远胜于前者。亦可见，不一定要用金钱才能做的善事，
以上两种衡量方式都是首重于发心，因此不一定有钱的人才有机会做善事，贫者只要能发心去做，效果一定比富者好。因此出心比出钱要珍贵得多，而上天所必辅的，也就是能够真正施舍出爱心给众生的人。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道无亲，唯与善人。这正是上天最公平的之处。六，贫者做善事，种福音的最佳方法，介绍几种不花钱或花很少钱可以做到的大善事。做善事种福音的门路固然广泛，但很多善事要遇到机会才能做的，如救护病危的人、成全他人、扶持名人过马路等等，而这些机会也不可能每日都有。如果立心刻意去做，也不可能一下子做得多。当然，有心去种福的人，平素时都不会放过每一个种福的机会，但是如果要下决心改善命运，则不能等待这些机会的来临，必须自己主动，尽力争取，不停地种福，才能从速改善命运。那么应该如何选择自己既可以常常主动去做，而且又不花钱，或花很少的钱，效果又较好的种福之门呢？这里介绍几种既省钱而又简单易做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放生。放生是积德造福的极好方法。世人为求享受口腹美味，极尽杀烹之能事，每天在屠房及厨房内杀害的6畜牛、猪、羊、鸡、鸭、和海鲜、鱼、虾、蟹、咸、蚝、螺、当，及至乳鸽、鹌鹑、蛇、鱼等等，其数以亿计，使整个社会充满杀机和戾气。这无数的受害生灵怨气日积月累，无形中会给人类带来祸害。愿云禅师解杀诗中有云：欲知是日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由此可知世人每日都在制造罪孽。现代的医学家已经证实到，多吃肉类会给人带来种种疾病，多吃海鲜的人很容易染上各种奇异难治的怪疾。这些事实是从有形有物的科学研究中得出来的，而存在于无形中的种种果报因素，尚未得到科学证实的仍占绝大多数。在偏重物质享受的现代社会，人们对此早已麻木不仁，这是人类可悲可悯的一面。但如果有人能注意到人类在这方面的罪戾，你就会渐渐有所觉悟和反省。6畜动物亦是有灵性有灵魂的生命，人类为什么要弱肉强食呢？难道他们真的生来就应该给人烹宰的吗？他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然生活规律吗？人类不吃他们的血肉就不能生存吗？人类是以这种残忍血腥的行为来成为万物之灵的吗？从6畜动物在被宰杀时的种种痛苦挣扎惨状中，已足以证实他们的灵魂对人类的怨恨，亦足以证实人类的残忍。相反来说，
假若有人能使他们死里逃生，给予他们一条自然生活的生路，他们的内心将会充满感谢，而亦足以显示出人的仁慈美德。因此注重积德种福的人就在这方面下功夫。放生不仅是给动物死里逃生机会，在冥冥中也为自己本身安排了一条绝处逢生之路。在消罪解孽和积善种福方面来说，其无形的功果更是不可估量的。尤其对于患有顽病怪疾或求寿求子求健康之人士来说，放生更为重要。放生应注意的事项，如属于咸水的海鲜鱼类，则应该放回海中；如属于淡水的鱼类，则应放到水塘中。鸟雀应到山林中去放，以使它们回到适应生活的大自然中去。放生法门，功德第一，上通天福，下抵幽冥，非大智大慧者莫能轻信。放生的功德与现世福德实在太大了，就不再赘述了。有福之人自会明辨。放生种类很多：一、飞禽类，山鹰、老鹰、猫头鹰、麻雀、喜鹊、各类鸟、山鸡、斑鸠、海鸟、鹦鹉、鹧鸪等。二、水族类，鱼仔、鱼卵、大头鱼、鲢鱼、鳝鱼、黄鳝、甲鱼、鲤鱼、鲫鱼、鲶鱼、泥鳅、乌龟、青蛙、鳖、螃蟹、蛤蜊、螺丝、田螺等。三、昆虫类，蚂蚁、微鸟的虫子、尾鱼的虫子、蚂蚱、蝎子、螳螂等。四、动物类，狐狸、蛇、蚯蚓、狼、老鼠、黄鼠狼、野猪、猫、狗、刺猬等。五、其他，结合当地情况。一、山多，树木多，可以放飞禽类、昆虫类、动物类等。二、水多，水源多，可以放生水族类等等。三、具体情况具体进行就可以，花钱少又放得多推荐。田螺、螺蛳、鱼子、蚯蚓等应该随缘放生，因为放生不同的动物在因果还是有一些差别，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不能着相放生。所有需要我们解救的动物都需要我们尽力放生，一定要如法如理的严谨正确放生，不能伤害他人，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体系。第二个方法，持咒。持诵之人可自己选择1、2种经咒作为长久奉持，不要贪多种。念时心静气和，双手合掌，垂目专心，不要贪快，可小声念，亦可默念，自己一面静念，一面要静听，将自己所念一句一句听回心中，做到出口入耳印心，如此久之，咒力印心，速获感应。念完之后精神爽利，心中充满祥和之气，情绪特别开朗愉快，
注意念时要尽量排除杂念。初持诵之人，定力不足，杂念纷纷，要逐步训练自己，日久自能达到心咒合一。如果是有口无心或口是心非的念诵，喊破喉咙也不会得到丝毫效果的。经咒有金刚经、大悲咒、阿弥陀经、心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僧伽扎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药师经、法华经、楞严经、太上感应篇及文昌帝君阴骘文、祈佛灭罪真言、准提咒、往生咒、六字大明咒等等皆可选诵。法无高下，对机则妙。第三个方法，发愿吃素，这又是一个不用花钱的好方法，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到，是个人的职业和处境而已。一是个人的意志及克服力之强弱而定。发愿吃素不一定是要终生吃素，可根据自己本身的处境来决定吃素的时间长短，有的100日，有的半年，或1年、3年、5年、10年不等。又要视本身所许之愿力大小，所求成就之事情大小而定。譬如在姻缘方面挫折太多的人，辗转阻滞，一直得不到成就，可根据自己的处境发愿吃素2年或3年，以此功德成就美满良缘。又如在事业方面一直受到挫折的人，可发愿吃素3年或5年，以此功德求事业稳定平顺。发愿吃素者最好亲自到佛堂或寺庵之地，事前沐浴斋戒，诚心而隆重其事，跪在菩萨或佛祖像前誓愿，以求成就某事。不一定要成书文，但以一心之诚，自可感应到诸佛菩萨。发愿者要说到做到，切忌破戒，否则罪恶更深。发愿者亦切忌杀生。发愿求事，切忌求邪事。如求姻缘，切忌求邪缘。求事业者，切忌求发大财，更切忌求股票炒金及赌博等不劳而获之财力。第4个方法，直接施济孤贫。这个方法虽然需付出财物，但不一定就要很多，可量力而为，终无量之福。我们时常可在报纸上看到报社呼吁市民义解善囊的新闻，或某某的某某人因意外死亡而造成全家老幼顿失生计之悲惨，又或某某人年老伤残无依而至起卧街头，受饥寒风雨之苦，又或某某人常年卧病不起，六亲无靠，两残不济，贫病交迫，苦不堪言。不少慈善人士义解善囊，汇款由报社转交到孤贫者的手中。这些慈善人士正在广种福田，为自己之将来种下无量无边之福。前章已经说过，种福德之大小并非是善款之多寡来衡量的，而是初心之深浅来衡量的。因此善款之付出可量力而为，只要种福者时时培养这种慈悲心，不放过每一个行善的机会，善款之多寡不拘，
量力为之，则福德之功不可量矣。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亲自将善款交到孤贫者手中，可按照报纸上所载之地址前往探访，经过亲自目睹他人之凄惨境况，更能培养自己的慈悲心。这慈悲心肠便是菩萨心肠。捐善款时不要留下自己的姓名，施恩不图报，免得受惠者耿耿于怀，这是无相布施，功德更大。第5个方法，探访老人院。这个方法最好是由数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人善款不拘多寡，量力自便，将善款全部买食品，如水果、饼干、奶粉、日用品等，然后送到老人院分给老人。老人院里的老人多数是六亲无靠，孤独无依，更不少是身患疾病的，内心的寂寞和悲哀是可想而知的。他们需要亲情、温暖和照顾。由于人体筋骨气血的衰老退化，他们手脚不灵活，行动、穿衣、饮食等种种不便。尤其是护理院里的老人，大多数是病人，穿衣参差不齐或倒翻，需人帮忙，饮水喝汤流出嘴角，流失山津，需人照顾。尤其是心灵上的寂寞和悲哀，更加需要得到温暖的慰问。因此探访慰问老人是无量的善德，可种无量之福田。第6个方法，探访孤儿院。独自一人或数人同行皆可，携带物品范围较广，食品、玩具、衣物、益智儿童读物等等，在探访时间内前往，分给孤儿。孤儿们失去了父母的抚养，得不到普通儿童所拥有的母爱和家庭温暖，生下来就饱尝孤苦伶仃的辛酸，在同志的心灵上受到了永难平复的创伤。他们的境遇是人生一大不幸，他们需要母爱般的怀抱，心灵上的安慰和良好的教育。我们用一些物质上的施舍，加上一颗爱心，使孤儿们得到心灵上所需要的温暖，在无形中已经种下了福音，感受着孤儿们的欢笑和自己心灵上的快乐，不是种福的最好引证吗？第7个方法，捐印经书善书。这也是极好的行善积福的妙法。经书善书是诸佛菩萨济世度人、救苦消灾的苦海慈航，推动经书善书的传播流行，是宣扬诸佛菩萨的慈悲心肠，其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因此捐印经书善书是广种福田的最佳方法之一。当代佛门高僧净空法师就把人们供养他的金钱全部拿来印经讲法，功德不可限量。经书善书宣扬因果报应，能抑制人类的作恶心理和行动，能使恶人循规蹈矩，使社会减少罪恶，又能鼓励人们增加友善的心念，互相让步和忍耐，增进社会祥和的气氛。所以有心行善积德之士是不会轻易疏忽这个最佳机会的。捐印的数量又要视个人的经济环境，但是
一切善行的深浅绝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以初心的深浅作为准绳。初心即是发心，发什么心？慈悲心、菩萨心是也。第8个方法，原谅别人。古语云：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这3点如果能做到，就可以在修德的路上前进一大步。许多宗教都教育人要宽恕、容忍。别人对不起你，往往有他自己的原因或苦衷，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多看人的好，少念人的恶，就会自然而然生发出一种同情心。即或是有人确实有意伤害我们，应该视作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感召，前生做了对不起他人的事情，现在是债主上门来讨还回去，如是观之，自然心平气和许多。君子量大，小人气大。第9个方法，学习忍辱。忍辱是佛门6度之一，对我们普通人也很有价值。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还不算是辱骂，我们应该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平怀顺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批评当成别人对我们的关心，是我们进步的动力。而别人对我们的无理的辱骂，一方面是在磨练我们的心态和脾气，而做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也需要有过人的度量和承受力。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此不足为勇也。猝然加之而不惊，无故临之而不怒。另一方面，正是我们增福的机会。承受过无理的辱骂后，德随量长，福随量进，这能成为自己的命运转变最好的基础，需要智慧的处理对待。第10个方法，常怀感恩之心、谦虚之心。有一些青年人，家庭富足，自身学业有成，工作优越，便自是胜人一筹，而生出骄慢之心，以为自己可以凭自己的能力享受荣华富贵，而这些往往成为日后的障碍。一旦失败，方才醒悟自身的渺小。也有一些英才，自身能力过人，却时常存感恩心态和谦虚心态，待人平等爱，愿意回馈社会，这样反而更能家庭和睦，事业发达。其实上天赐人智慧、财富，不是让人去自顾享乐、骄奢淫逸，乃是借这些人之手，去帮助哪些穷困之人。越能与人分享福气，福气会越绵长悠久，生生不息。古人云：为谦方能受福。常怀谦虚、感恩之心，命运也会随之改善。第11个方法，学会吃亏。人生没有完满的，一个人的生命中总会遇到起落，即使是皇帝巨富也有自己的不如意。从命相的原理来看，这个道理也是对的。人生不要去争夺，如果不是你的，即使争来了，也没有福气受享。而吃亏是一个很好的转运方法，把利益让给别人，不去争斗，这样你生命中缺少了这些，
上天也会给你在另一方面的补偿的。吃亏是利益上让别人多得一些，也是一种心态，意识到这个世界本来不完美，自己、别人都是有缺点的，懂得开心接纳自己和他人，接受不如意，这样生活才会越来越快乐。第12个方法，面带微笑。在生活中常常面带微笑，把好意和善意传递给身边的人，就会与周围的人结下善缘。为修佛道，先结人缘，熟悉的人、陌生人都能感受到你的善意，如此你生活中自然少了许多矛盾冲突，变得更加顺畅通达，这就已经开始改善命运了。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请大家一定多看正确的文章，自己有所判断，不要误入歧途邪道，不要学偏了走歪了，不要被骗财骗色，请理智、客观、智慧分析看待一切。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命由我造，福自己求。愿你不断地做善事，积累福报，最终有一天会求福得福。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